在景德镇看到碎瓷、捡到碎瓷是一件很普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陶瓷这个材料并不贵，大家会觉得那就销毁处理掉，砸碎吧，那就 OK 了，就会堆在垃圾堆里。有时候看上去挺可惜的，这种碎瓷是不会消失掉的。我就会想，这些碎瓷是不是也有可能变成一种材料重新再利用呢？是在15年的时候来到景德镇，选择陶瓷这个材料，是因为陶瓷它是一个从泥土你就可以自己去把控的一个方向。就比如说你泥巴可以自己去配，你的釉可以去自己配，可以不受限制的捏出一些造型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材料。我是不太打草稿的一个人，更多的是一下子有感觉了，我就去做，边做边去调整，不太会有一个预设它会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初期的创作是做得很爽，但是等到后面再做一些商业的订单，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温度差不多了，你把塞子拔了。好啊。咦，好多缩釉的，这一点点也是外面看的都很好。没办法。很多标准它是有时效性的，有时候是泥巴它的批次不同导致它的颜色不同，有时候是这个釉批次不同，然后这个釉面又不同。这些变化性太高了，我们控制不了。你一摇一摇的错，这个量上来了之后，成本就非常的高，但是你又得坚持做下去，你就会很痛苦的，整个人就是碎掉的状态。别看这些废品，我会觉得说都是我们在做不对的事情，我会对于自我的抨击会很强烈，可能当时甚至会直接讨厌陶瓷。前一段时间我也离开了一下景德镇，去徒步。就是你会觉得说，好像你到了一个视线很辽阔的地方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但其实并没有。然后我就意识到，其实自然并不会为你去解决你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愿意放下的时候，你的问题才会被解决。那既然已经生产的这些碎瓷，那我们就把它好好的处理就好了。你看这个很像那种线条，对，很自然。这个石头蛮好看，夹心饼干一样。出去不断的看到山峰之后，山上的石头，它们有一些碎掉了，是一个颗粒的状态，一直累积，又回到了泥土当中。工作室的那些瑕疵是不是也能够去破碎变成一个材料？我们就开始了尝试把瑕疵的陶瓷破碎，然后加到泥土里面自己去配泥，然后就开始使用了这种带有颗粒的泥土去做了创作。破碎的颗粒里面，黑色的陶瓷它破碎出来的颗粒就会带有黑色，加入到这个泥土里面，它烧制出来的可能泛出来这个黑色的点点，可能绿色的点点，那不就是山上的一些青苔和石头吗？正因为是加入了这种颗粒，所以会让它的釉面出现各种问题，点点、针孔啊，它并不影响你的使用，反而会更多的增加这种艺术性，它非常自然。我们在上釉的时候会留一个手指纹，就是我们是拿着它去上釉的。这个釉包裹了这个 logo 也会随着这个釉的融化产生一些流动、模糊变化，让每个 logo 也是变得特殊了。想要它随机性高一些，
有了这个山谷系列之后，我觉得就救了自己，让自己他有了出路，喘口气。嗯，感觉就是有了这样一段比较磨砺的一个时期，我才会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轻松、比较随性的一个人，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是符合我们的状态的，这样才对嘛。这样你吸引来的合作方也是认可我们这一部分的。这些碎碎鹅，他们有开放一些纹样给我们去选择，我感觉就是可以选这个鱼藻纹。鱼藻纹呢，它里面就是有4种鱼，然后是不是这个鱼可以做成一些图形，游在杯子里面？我们怎样用我们的碎词去表达？要我的话，我应该是会做比较厚的盘子，厚嘟嘟的，厚嘟嘟的，然后颗粒又挤出来的。但是你觉得这个鱼藻纹这个图案能怎么结合进？就是它表面的一些纹理，在这个釉面，这些鱼藻纹是藏在下面，然后融化开了。从外面去看到水里的鱼藻，然后的这种浮动感，甚至是有点不太清晰的感觉。鱼、水草在这个水里面。如果说以我现在视角去看当时那段一直烧窑出错的时候的自己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就是在考验你如何去面对失败。当你非常的想要一件事情，它必须成功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不会成功。当你的状态是放松的时候，它有什么不成功的理由呢？所以现在的心态就完全的不同了。我感觉景德镇它就是一个充满着很多可能性的地方，有很包容的一部分，它也有比较野生的一部分。好多红的，所以它反倒是滋养了我们的这种探索的心。年轻人很多，大家一起交流啊，新东西啊，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都能够享受这里。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经历，它是增加你的人生阅历的那一部分。咋样？你不觉得很像星星吗？五官和额头都像。我想加个这个啾啾。试试看呗。等到你积累了一些能量，你可以重新再出发。其实那边还是看得到蛮远的山。对。一点一点的去积累你的勇气，一点一点的把那些恐惧的你、害怕的你去消散掉。就像是把破碎的我重新拼了起来。